2012年6月8号，温哥华警方收到一个失踪报案，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。2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电话里说，他早上准备开车送父母去机场回国，在父母租住的家庭旅馆帮忙拖行李的时候，一回头，母亲不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瑞，欢迎打开 M2档案。今天说的这个案子曾经轰动一时，很多人或许还记得这个事儿：儿子杀害了母亲，却报警失踪。警方和公众也被耍得团团转。警察赶到现场之后，没发现什么异样。报警的儿子叫做汤衍希，在加拿大留学已经6年。2周前，父母来温哥华探亲，临回国准备去机场了，母亲却失踪了。儿子说他以为母亲去买飞机上吃的零食，于是他和父亲找遍了周围的商场和便利店，眼看登机的时间都要到了，也没找到，所以打电话报警。这对父子心急如焚，警察建议他们去机场看看，说不定母亲已经打车去了机场，没准在登机口能碰到呢。当天晚些时候，机场的广播一遍又一遍的响起，都见不到汤姆的人影。汤父进退为难是飞回中国呢，还是留下继续寻找妻子？他的儿子汤远熙却非常镇定，让父亲先回到中国，他会督促警察找到母亲。汤父登上了飞机，一回到中国佛山，就开始直奔当地政府，联系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寻求帮助。汤家这边紧锣密鼓地找人，负责此案的加拿大警察则怀疑汤姆有非法移民的可能。儿子在加拿大读书，本人马上回国，人却不见了。儿子报案的说法非常可疑。2个礼拜后，汤父又从中国飞回了加拿大，警方这时候才觉得之前的推测不对了。如果老婆故意要留在加拿大，这家人应该不出声，按兵不动才对另外，汤姆失踪的时候没带护照，所有的衣物也都在，身上没带钱。一个英语基本不会，连路牌都看不懂的中国妇女，能躲在什么地方呢？警方再次对父子进行了问话，这次主要问他们有没有仇人，有没有欠债，母亲有没有精神疾病之类。在全部被否定之后，齐警接手此案。这个时候，汤姆失踪超过了14天。汤家父子带着汤姆的照片走遍大街小巷，向素不相识的路人询问打听，嗓音沙哑了都不停下来歇一歇。在场警察无不为之动容，他们在电视上声泪俱下，表示不会放弃寻找汤姆。这段时间里警察开始重新检查之前的证词和报警电话，尤其是最后一个见到汤姆的人，那就是儿子汤远熙。警察很快就发现这个儿子的话前后矛盾，比如他报警中说自己是开车过来接母亲去机场，后来又说他是过来接母亲去吃早茶。他之前说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庭旅馆，后来又说他父亲也在房间里面睡觉。汤远熙在加拿大已经待了6年，但是他的英文非常糟糕，听不明白911接线员的大部分问题，连母亲的高矮胖瘦都说不明白。他对证词的前后矛盾用一个理由带过，我没听懂，我也说不明白。警察也找不到别的理由继续对汤远熙进行调查，只是奇怪为什么他出国这么久了，连起码的英文都不会。警察于是继续排查家庭旅馆入住的客人，这一查还真的发现了问题。案发房间的隔壁也住了一个姓汤的中国人，再一查，这不就是儿子汤远熙吗？之前报案中，汤远熙对警察说母亲失踪当天早上他开车过来送机，这样的说法让人觉得他是住在温哥华市区自己的公寓。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在这个旅店里面也有间房，跟父母仅有1墙之隔。面对警察的质疑汤远熙表现得非常冷静。他对翻译说自己住的地方离父母的家庭旅馆有点远，所以就在旁边也租了一间房，为了方便。那为啥你一直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呢？他回答说你们也没问我为啥要说你说这个孝子，你是报案呢，还是在考察警察的提问能力随后警方搜查了汤远熙住过的房间，他们在天花板、墙壁、床头柜、衣橱里面检验出了血迹，床垫下面也发现了一片干涸已久的血液。可此时汤姆在中国收集到的 DNA 信息还在翻译整理的过程中，所以警方一时无法断定这些血迹属于何人。另一组调查人员也有所发现，汤远熙在市区租住的公寓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么远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居住，室友是一个亚裔年轻女性，两人俨然恋人。但是汤远熙拒绝警察进入他的公寓搜证，
由于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，警方也无法顺利申请到搜查令。7月29日，汤姆失踪1个半月，距离报案地点200公里的 Harwood Island 附近海滩，一个装有人体残骸的行李箱被发现，箱子里是一具亚裔中年女尸，已经严重腐烂。警员从衣服立刻联想到是失踪的汤姆，验尸报告也很快证实了这一点。被害人曾做过脊椎手术，背上有5个螺丝，跟汤姆的情形完全相符。被害人头骨被砸了几个大洞，如同被锤子砸烂的西瓜。证明汤姆被害以后，汤远熙成了头号嫌疑人。在这个案子的调查上，警察们可以走正常的侦破程序，监听、跟踪、问话、进屋搜证。当然，也可以用另一种更加有效和粗暴的手法——卧底钓鱼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骑警对外隐瞒了发现汤姆尸体的事情。1周以后，一个讲广东话的卧底女警拨通了汤远熙寻人启事上的电话，说他有线索提供。两人约好在星巴克碰头。他告诉汤远熙，他和朋友钓鱼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行李箱，他胆小没敢看，朋友打开看了，里面装的那具尸体穿着和寻人启事上汤姆一样的蓝色上衣，头发什么的都很像。他们还没有报警，如果汤远熙愿意付钱的话，他们能够帮他把箱子和尸体全部处理掉。一听这话，汤远熙扭頭就走，便衣女警追上來說：喂，兄弟，我同你講句老實話，我哋都係做黑幫買賣㗎，我食鹽仲多過你食米啊！你阿媽一睇就係俾人打死㗎啦，你都係咪呢啦？呢啲嘢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就得啦。說完，他突然狡猾地一笑。如果呢件事真係同你冇關，頭先喺咖啡廳你早就打電話報警啦，係咪？喂，靚仔，我勸你好好地諗清楚。然後他塞給湯遠熙一個電話號碼，告訴他如果想明白了就打電話，可是時間不多，如果他給不起價的話，他們就會帶着屍體報警。當天晚一點的時候，湯遠熙撥通了這個電話，他說自己沒有錢，但是知道怎麼搞到錢。他們可以打電話給湯父，說湯姆被綁架了，這樣他父親就會給錢贖人。之後，湯遠熙又跟這個臥底女警見了他的老大，一個自稱是三合會的香港人，當然同樣也是一個亞裔騎警臥底。老大對湯遠熙說，他們幫忙銷毀屍體沒有問題，但是他想要知道更多的細節，這樣才能夠做到萬無一失嘛，清除掉所有的可能引起警方懷疑的東西。一開始，湯遠熙對這個黑老大並不是特別相信，但是當他從老大口中得知了拋屍箱子大小、顏色、型號以後，就徹底相信了他們。在之後的幾次會面中，詳細的講了他是如何殺死自己母親的。其實湯姆在所謂的失蹤前一天晚上就已經死了。這天他故意讓母親到自己在旅店的隔壁房間裡來，讓他幫忙收拾東西。在母親彎腰給他收拾床上的硬幣時，他突然用錘子重擊他的後腦數次。母親倒地之後，他又用床上的枕頭捂住了他的面部，過程長達20分鐘。之後他檢查了母親的脈搏，確認他死透了以後，才把枕頭拿開。然後他把母親的屍體裝進了一個大行李箱，運回了自己和女友的公寓。做完了這一切以後，他在8號早上回到家庭旅館，敲開父親的房門，問有沒有見到母親。說他一轉頭，母親就不見了人影。隨後兩人一起找人報警。父親乘飛機回國之後，湯遠熙回到公寓，拿到行李箱，一路開車到 Fraser 河邊的一處公路拋屍，然後又回到作案現場清理血跡，燒掉了枕頭，兇器也丟入河中。在釣魚搜證的騎警面前，湯遠熙對殺母一事和盤托出，他甚至還預定了另外一個交易。這個事完了以後你們能不能順手把我爸給做掉？他死了，他的錢全是我的，你開價我肯定出得起。臥底的騎警看着這樣一個智商欠費的兒子，又給他加了個戲碼。我們認識一個癌症晚期快死了的人，只要錢出夠了，就能夠讓他頂罪。但是那人腦子放化療燒糊塗了，要不然跟他演演你到底是怎麼殺人的，我用手機給你拍下來，給那個頂包的人好好排練排練。湯遠熙果真惟妙惟肖的還原了殺母拋屍的全過程。迄今9月7日正式逮捕了湯遠熙，對他提出了1級謀殺和企圖謀殺2項指控。
警方手里的证据充分，除了卧底拿到的录音录像，他们还在汤远熙的车子里发现了汤姆的毛发和血迹。在一份监控录像中，汤远熙带着箱子回到公寓，第二天又拖着箱子出门，行李箱的大小、颜色和抛尸所用的箱子相符。他公寓里面也发现了少量血迹和 DNA 和汤姆完全相符。同学们看到这儿啊，是不是觉得差不多了？汤大孝子洗洗干净坐牢吧。但是此案的庭审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，汤远熙的父亲。他的想法比较奇葩，老婆已经死了，儿子可不能一起倒下。于是他不计前嫌，开始在法庭上拼命保儿子。可是汤大叔啊，你难道没听你宝贝儿子跟骑警卧底怎么说的吗？你们干脆把我爸一起顺手做了得了。相对美国、加拿大媒体在恶性案件上报道的自由度非常低，警方发言人在开庭之前动不动就是无可奉告。不过媒体还是挖出了很多猛料。汤家呀，在中国佛山做家具木器生意，儿子高中毕业以后就送他出国留学，想为以后海外生意打下基础。不过汤远熙学习成绩不佳，读了好多年的语言班都无法进入大学。他平时很少上课，多数时候就是去赌场玩玩，没钱了也在餐馆打打零工。据汤远熙说父母对他控制得很死，只会用钱来迫使他听话。每3天给父母打一个国际长途通话不低于20分钟，否则就要扣下个月的生活费。不许交女朋友，零用钱精确到每一块，根本没有余钱把妹。于是这个儿子就想出各种方法从父母那里骗钱，交学费、交房租、办移民手续、买车都要花很多钱的吗？为省房租，咱干脆买个房吧。当然，骗来的钱最后都被他和他的女友花掉了。汤远熙在加拿大混了6年，跟父母说拿到了永居，其实他被捕的时候还是访问签证。另一个说法是汤父一直有外遇，他跟汤姆的婚姻早都名存实亡了。汤父对记者表示，妻子有强烈的控制欲，从头到脚管着丈夫，从剪什么发型到跟什么吃饭，兜里装多少钱都要管。汤父最后干脆不回家了，在外面找二奶做安慰。发现老公失控了，汤姆只好集中火力到儿子上。他这次来温哥华也是听到了风声，儿子交了女朋友。汤姆计划押儿子回国去，因为他在佛山已经给儿子物色好了准儿媳。通过汤父的这番描述，之前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都可以说通了。为什么汤远熙放着自己的公寓不住，非要在父母住的旅店旁边另租一间房呢？是因为他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和女友同居了。为什么老婆死了一晚，老公没有察觉呢？是因为他们已经分居。这段时间汤姆一直都跟儿子住一间房。汤父的这段背景叙述，重点要突出的是，这是一个病态的家庭，父亲长期出轨，母亲控制儿子魔怔了。结论就是，精神病的妈养了个精神病的儿子，儿子精神病发作，没有自控能力。汤父一口气换了3个律师，坚持要进行无罪辩护。可是精神病也不是他爹说有他就有的吧？在几次精神评估中，汤远熙的得分正常，脑子清晰，专家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出这个年轻人怎么就精神分裂了。可能是钓鱼执法钓上了瘾，为了证明被告精神没问题，控方又往牢里放了一个卧底。这个卧底同样会说广东话，他没事就在汤远熙面前晃来晃去的唠嗑。缺心眼的汤同学又落入了这个警察的圈套。汤远熙说，杀母他自己一点都不后悔，父母控制他的现在，还要控制他的一生，只有杀了他们才会有自由。他想要杀死他们已经很久了，这次心愿算是完成了一半。他还对这个卧底说，自己为什么要等父母来加拿大才动手。一因为加拿大没有死刑；二来加拿大的警察比较笨，如果在中国动手的话，警察更厉害。因为汤家执意要进行无罪辩护，在开庭之前再度炒掉了律师。汤远熙案的开庭拖到了2015年的9月，距离汤姆遇害已经过去了3年。汤父最后选了一个同样名气不小但收费很高的律师 Troy Anderson。 这个人曾经打赢过骑警钓鱼执法的案子，擅长从警方非法取证上面打官司。开庭之前，汤父接受了好几个采访，反复强调儿子还是个好儿子，是父母酿就了今天的局面。对于控方来说，如果自己这边主要证人和被告是一家人的情况下，这类案子通常是很让人烦躁的。你这头拼命帮人讨公道的，那头人家拼命的帮凶手开脱，
你说我们在这儿瞎忙活啥嘛？在预审的时候，记者看到汤父在休庭路过被告席时，汤远熙主动问老爸吃了吗？汤父很慈爱地说吃了，冷不冷啊儿子？然后他对儿子比了个大拇指，大拇指啊！如果汤姆在天有灵，会不会上去一口把这个大拇指给咬下来？在这样一个诡异的气氛下，控方做出了一个退让，撤销了有关汤远熙试图谋杀的罪名，因为这个谋杀的目标是汤父，但是人家看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在乎儿子是不是要杀他了，所以在正式开庭时，汤远熙只有一个1级谋杀母亲这么一项罪名。汤远熙在法庭上表示，父母管教严格，小时候一旦发现他撒谎，就会用鸡毛掸子或者扳手打他个半死，这样不但没有让他停止撒谎，反而让他撒谎的技术越来越精湛。案发的当天，母亲发现了他租车的收据，这才知道儿子的车不是买的，是要了买车的钱去租了车。母亲于是要求去看看那个买下来收租金的公寓，但是这个时候汤远熙的女朋友还住在里头，母亲过去肯定露馅了，他阻拦不成，还起了杀心。杀母没有意义，那汤远熙杀母到底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激情犯罪，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呢？这关系到最后的量刑，虽然都是终身监禁，但是前者最轻10年就能够假释，而后者是25年不得假释。控方提供的录音录像中，汤远熙表示早就想要杀死父母了，以便继承他们的财产，然后再卖掉中国的房子跟女友远走高飞。狗血的是，他曾经跟卧底透露，他想要共度一生的不是他在温哥华同居的女友，而是在中国的前女友。这个女孩是他的高中同学，被汤姆强行拆散了。过去的6年里，他每次回国都会偷偷的跟这个女友见面。有一次回国，他在父母送他去机场以后改签了机票，留在中国跟女友玩了1个月。在案发的前一晚，中国的前女友跟他网聊，说这几天刚刚做了人流，是汤远熙的孩子。他安慰了女友很久，对母亲的怨恨也越来越强烈。于是他去找了一把铁锤，放到了随身的包里，希望能够找到机会下手。随后出庭的汤父说，儿子曾经跟他提到过，在加拿大读书就像坐牢一样，生不如死。他也心软同意儿子回国，但是汤姆反对，他要求儿子一定要坚持，最好找个有加拿大身份的女孩结婚，不拿到身份就不要回国。如果不能通过婚姻拿到身份，那就早点回国，跟他看好的那个女孩结婚。汤父最后流泪说，把儿子一个人送到加拿大读书，我有深深的罪恶感。他干出杀母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我作为父亲有很多责任。我相信在天之灵的妻子听到我的这一席话，也能够明白我的意思。随后警方卧底的录音显示，汤远熙其实更想杀死自己的父亲，只是因为父亲身体比较强壮，所以只好先从母亲下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汤父几次离开庭审现场，不忍继续听下去，但是最后还是回来支持儿子，希望儿子能够得到轻判。这一轮又一轮的父慈子孝的戏码，把陪审团看的是晕晕乎乎。有关汤远熙到底是不是有预谋的杀母，讨论了5天都没有结果。其中2位陪审团员因为个人原因，在法庭批准下退出了陪审团。如果团员再少一个的话，这个陪审团就会宣布无效，需要重新选定陪审团，并且重新开庭了。好在这个陪审团没有再出什么必须减员的状况，他们在之后的1天做出了裁决，汤远熙2级谋杀罪名成立。剩下的这10个人中，有4个人建议量刑25年，3个20年，2个15年，1个10年。法庭最后做了个算术题，判决汤远熙终身监禁，17年不得假释。控辩双方对这个判决结果都表示满意。现场记者报道说汤远熙离开法庭的时候还面带微笑。还记得他在加拿大读了6年书，结果连语言交流都成问题吗？他在监狱里后来反而完成了好几项课程，还得到了大学函授入学许可。感谢收看 M2 档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